如果立法能解决问题，那我们已经有一部反分裂国家法了。我们再制定一部统一法，而且要以台湾同胞共同来制定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能行吗？我觉得想法是好的，恐怕落实不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爆米说。这期的话题是合统还是武统，恐怕还不能这么快就下定论。最近呢，有一位学界的资深人士撰写了一篇文章，他的这篇文章呢，强烈的批评现在的民间舆论关于武统台湾是叫做甚嚣尘上，抱怨赞成合统的人呢越来越不敢讲话他说这会影响到国家决策因此他提出来，统一工作的关键是立法，要制定一部统一法。今天呢，我想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关于统一台湾，你要问我是什么观点，我可以直截了当的告诉你，我们从来就没有关心考虑过和平统一的问题，因为我是职业军人出身，军人怎么会去考虑和谈呢？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我们想的干的都是如何用尽可能短的时间，用尽可能小的代价，稳妥的拿下台湾。什么台独会顽抗，美日会介入那根本就不会影响我军夺取台湾的作战决心。当然了，现在看祖国统一问题，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那就是能够不动刀兵就不要动，毕竟生灵涂炭满目疮痍那不是最佳选项。如果我们用和平的诚意、善意、优惠的福利、福祉能感动某些人，或者说我们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威严的立法警告能威吓某些人，使他们能够放弃幻想，能够回头，能够主动的靠过来，从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那该有多好那中华民族会是多么的皆大欢喜可是这现实吗？诚意、福利、实力或法律这4条都用过了，没有用的。有些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要一条道走到黑的。首先说说台湾的民调有没有用？当然有它反映了台湾民众对统一的态度，是台湾历届当局几十年来持之以恒的反共反大陆的意志的结果。你不能指望这种状况会自动的翻过来确实祖国正变得越来越好，民进党呢也越来越不堪，台湾也确实是离美国太远，离大陆太近，台独也确实是西方势力导演的一生哀鸣。但是这一切正在使台湾多数民众越来越认同统一吗？别自信过了头。这位资深人士还说不管合统还是武统，一是要让被统一的一方心悦人服，得到更多的实惠与利益，要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情、支持、安心，而不是焦虑与害怕。这个观点呢很好，非常好，站得高，望得远，推不倒，但就是用不上，因为它与现实脱节是不是这样？各位网友可以自己判断。现在台湾民调偏向统一的只有 5.1%， 你如何让台湾的民众对统一心悦人服3通以来，台湾平均每年从大陆赚得的贸易顺差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这不仅不能感动台湾当局和民众，反而是拿着从大陆赚的钱去大肆的购买美国的先进武器，准备攻打报复大陆。还有我们指望掌握着国际社会话语权的西方国家能够理解、同情和支持中国的统一，这就千万不能太天真了。最后我们说说立法的问题。如果立法能解决问题，那我们已经有一部反分裂国家法了。我们再制定一部统一法，而且要以台湾同胞共同来制定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能行吗？我觉得想法是好的，恐怕落实不了。和平统一台湾当然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结果，并且愿意为之积极努力，尽最大的努力。然而任何一次和平统一都不是靠嘴理论出来的。以香港回归为例，尽管英国政府很不甘心，再三捣乱，但他们非常清楚中国政府的决心和解放军的战斗力。如果把中国逼到用武力收回香港的那一步，
那谁也挡不住。中英之间不但在1949年发生过子式英号事件，在1967年，解放军还跟英军在香港打过一仗，当场击毙英军42人。香港之所以能够和平的移交给中国，同样是以武力为后盾为基础的，以战斗的胜利作为依据的。现在呢，台湾方面是压根儿就不相信解放军可以打赢，也不相信美国人真的会把他们丢下不管，所以指望和平统一而不考虑动用武力，只怕会事与愿违。但是这位老先生说的有些观点呢，我是赞同的，比如说就应该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再出手解决台湾问题。台湾永远跑不掉，它就在那里，用最小的代价收复台湾，应该是我们要坚持的方针。治统台湾是目标，侨统台湾是首选，武统台湾是依靠。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